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16号在北京出席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在此之前，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已应邀于周三晚抵达上海。中方密集展开气候外交，向国际传递出怎样的积极信号？克里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曾多次访华，被认为是美国有名的知华派。这份履历能否为此次中美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创造良好氛围，并进而带动改善中美关系？王瑞斌深入分析。周四是我国第6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也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一系列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中联办主任、香港特区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骆惠宁表示，对一切损害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中央一向言必行，行必果，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出手必到位。对一切横蛮干预香港事务，企图拿香港做棋子的外国和外部势力，该反制就坚决反制，让他们有点教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不可分割，要真正达至国家安全，管制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相关表态对外释放了怎样的坚定信号？香港5大纪律部队的训练学校举办的开放日活动中，为何中式步操表演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深圳卫视驻港记者秦月带来现场观察。美国总统拜登还派出一个由3名前高官组成的所谓非官方代表团赴台访问，并在朝所谓美台伙伴关系。拜登政府玩两手策略，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而即将于周5举行的美日首脑会谈，日媒爆料称，拟发表的联合声明将包含涉台内容等所谓联合应对中国的方针。当中美日有哪些利益交换？张华、胡立远、吕耀东、刘和平点拨关键。详细的焦点分析稍后为您一一呈现，不要走开。欢迎回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宣布，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16号在北京出席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便是其中之一。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获得良好成效，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同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由联合国及有关国家联合举办的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中国呢一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呢是负责任的采取这个积极的态度和政策的，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说呢中国政府呢是行动派，是实践派，而且呢确确实实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绩，这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上，应对气候变化是中欧之间最具增长潜力的合作领域之一，这也是中法德领导人将举行的气候视频峰会传递出的积极信号。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与德国、欧盟领导人共同举行视频会晤，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中欧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释放中欧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信号。会晤旨在发挥高层对话的引领作用，深化中欧环境与气候务实合作，使绿色合作成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亮点、新引擎。同时呢，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在美国退出这个巴黎协定的情况下，中欧在继续推动全球合作进程方面，仍然是采取了一个密切协作、积极推动的这么一个政策，可以说是相向而行，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使得全球的气候变化合作的这种框架得到了个稳定。
下周4和周5，美国总统拜登将召集全球40个国家和组织领导人举行线上气候峰会。本周3，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抵达上海访问，他也是第一个访华的美国政府高官。继上月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之后，中美高层直接对话的窗口再次打开。气候问题包罗万象，本质上是科技、经贸以及发展权的较量。中方早就说过，中美气候合作绝不能成为温室里的花朵。周3晚22时45分左右，克里的车队抵达上海东郊宾馆。此前，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称，应中方邀请，克里于周3至周6访华。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将同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克里呢，作为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的这个气候的这个特使来中国访问，应该是有他很高的期待的。1周之后，拜登政府主持召开的这个全球这个气候峰会，就要召开。目前来讲呢，拜登呢，此举应该有一个目的，就是在这个特朗普采取消极气候政策之后，拜登政府希望能够在这个全球的这个气候合作进程当中，这个发挥美国的这种主导作用，也是应该希望能够和中国更进一步的凝聚共识，推动这个国际气候合作进程。克里曾在2013至2017年间担任美国国务卿，任内多次访华，被视为美国政府的知华派，也是拜登内阁中名气最大的人。《华尔街日报》认为，克里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擅长柔性外交，不会直接将美国意见以压制的方式抛给对方，而是通过妥协来达到美国的目的。3月初，克里在2021年 CERAWeek 能源大会上赞扬中国在解决环境污染这个问题上取得成就，并且有着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的决心。克里还强调，中美共同解决环境污染的合作不能因为其他领域竞争而终止。外界解读为，这是克里代表拜登政府罕见的对中国释出善意。3月23号，克里还参加了中国作为发起方之一的第5届气候行动部长级视频会议。外界还注意到，3月底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以激烈交锋开始，但以双方都认为对话坦率有益结束。各方期待克里此访能从气候方面入手，为中美对话创造良性氛围。总统气候特使是拜登给克里专门新设立的职位，在美国的政治架构中低于国务卿和防长，但隶属于美国国安会，并挂有总统特使明显这一最高级别政治授权。这意味着克里直接向总统汇报，他的意见直接代表拜登。纽约时报指出，拜登为克里量身打造这一特殊的高级岗位，显示过去4年美国在气候议题上的信誉急速下降，亟待修复。纽约时报评论称，克里怎么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拜登宣布重返特朗普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之后，美国面临的第1重要、第2重要、第3重要和第4重要的事情。首先呢，我想呢，需要我们看这个克里访华之后，中美在这个气候变化领域里边能够达成这个多少共识。我们期待的呢是呢，这个访问能够取得更多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以此呢作为改善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能够推动中美关系逐步的走上这个健康发展的这个良性轨道，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但是同时呢，我们还想呢，无论结果如何，我们还是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在这个习主席所讲的这个原则之下，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这个方向上发展。2月25号，经中央批准，谢振华担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具体履职事务由生态环境部负责。次日，外交部就透露，谢振华已经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建立了联系，并开展对话磋商。实际上，谢振华和克里的合作始于巴黎气候协定谈判。当时，谢振华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是各自国家气候谈判的实际操盘手，促成了170多国签署巴黎气候协定。这是国际气候治理上的里程碑事件。克里是拜登政府派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高级官员，也是时隔1年9个月再由美方高级官员来华。此次克里访华还重启了中断4年的中美气候变化高层磋商。在出发前往上海之前，克里对 CNN 表示，中国的合作对应对气候危机绝对至关重要，气候问题要与其他问题分开谈。克里还称，拜登政府在试图通过谈判达成气候变化协议时，不会在经济问题或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妥协。分析认为，由于美国社会强化对华竞争态势，克里释放出矛盾的信号。拜登政府呢，他的这个执政要点我们可以看到，气候领域是他的一个重点，也是拜登的这个对华政策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政府是恶化了双边关系的氛围，对于双边继续在各个领域，包括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具体领域开展合作，可以说是制造了很多障碍。尽管中美在巴黎气候协定问题上的合作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中美合作的典范，但目前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极大改变。周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2021年度威胁评估，把中国称为近乎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者。这份非秘密文件被视为美国情报部门对国际竞争局势的公开意见，对与中国竞争的态势与稍早前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判断一致。但这份报告罕见纳入生态退化和气候变化议题，称这将继续加剧疾病爆发，威胁粮食和用水安全，并加剧政治动荡和人道主义危机。分析认为，一份挑衅意味明显的报告单列气候问题，是在为与中国进行气候合作设置安全门。上个月呢，举行了这个中美的高层战略对话。这次对话呢，在这个气候变化问题上，双方是达成了共识。但是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中美关系在这短短的差不多1个月将近1个月的时间内，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变化。那么一方面呢，美方呢继续强调与中国那么该合作的合作，那么该竞争的竞争，也发出一些这个合作的倡议，从姿态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看到美国在采取一些继续这个恶化双边关系的这种政策和行动，对于中美关系的这个改善，重新回到这个健康发展的轨道，都是不利的。实际上，美方要将气候议题和其他议题完全切割是不可能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气候合作始于科技交流，发展壮大于经贸往来，深化与环保政策等国家治理层面的谅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月份就曾指出，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两国曾为应对气候变化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但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必然与整体的中美关系息息相关。拜登政府如果有诚意与中国合作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不能在科技上制裁中国，与中国打关税战。上周，美方将中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的4个分支部门和3家提供超算技术的企业列入黑名单。这是拜登政府上台后首次以特朗普的方式来制裁中国机构。而众所周知，超算技术最大的应用方向就是天气预测和包括新能源技术在内的科研，这些都与气候议题密切相关。因此，打压超算就是打压中美气候合作。实际上，中国现在是全球新能源产业的领跑者，这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达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创造了条件。但分析也指出，中美企业在新能源领域竞争激烈，同样需要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和管控分歧，这也为其他领域合作模式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近日，美国政府推出拜登计划，包含了总投资2.5万亿美元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承诺和基础设施建设承诺，还拨款140亿美元直接用于环境监测和科研。有观察就指出，如果不与中国合作，拜登经济学的成本将提高1倍以上，或许意味着2万亿美元只能干1万亿美元的事，甚至更少。中国在与这个全球各国在气候领域开展合作方面是持开放态度的，包括美国。不过呢，我们是反对有些国家借这个气候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掺杂过多的政治意图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基本立场。此外，数据显示，拜登上台以来，中美经贸加速扩增，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增长更快。周四举行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高峰介绍，1季度中美贸易高速增长，其中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62.7%，自美进口增长57.9%，能源、农产品、汽车及零件等进口都快速增长。3月份当月，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41.6%，自美进口增长61.8%，进口进一步加快。中方始终认为，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下，为推动经贸合作创造条件，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就在拜登政府派气候特使克里访华之际，又向台湾方面派出所谓的非官方代表团，炒作所谓美台伙伴关系。外交部周四再发声，敦促美方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严重损害。
据美媒报道，周四上午，美国访台的非官方代表团成员、前参议员多德在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会面时宣称，台美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而据法新社消息，多德当天早上还称：“我有信心，这届政府会帮助你们拓展在国际空间，支持你们的防卫投资，重申美国对所谓美台关系的承诺。”蔡英文则主动提到，近来大陆频繁派遣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以及盼尽快重启台美TIFA谈判等。美国可能会持续的对台军售，美台在联合演习层面呢也会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我们前几阶段看到美台之间签署了所谓的海巡合作谅解备忘录，那将来双方在海巡层面的合作可能会加强。至于说在经贸层面重启TIFA，关键要看岛内的民主当局会否在重大议题上向美国进行妥协，比如说在前几年已经允许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和牛肉进口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开放岛内的药品市场，进一步的在保护美国所谓的知识产权方面有做出更大的让步。白宫周二发声明称，应拜登要求，多德率团访台是要传递美国对台湾与其民主的承诺。访问团为非官方性质，是为纪念美国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立法42周年。多德正是当年与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的重要推手。不过，还有岛内媒体提及，此次美国非官方代表团赴台，打着与台湾关系法的旗号，但该法内容中实际上限制了美台间的交往，应视为对台耻辱，怎么还要庆祝？台大政治学系兼任教授杨永明就直言，这3个人一起来台湾，绝对不是只是表达对台湾支持这么单纯，且待的时间也不短，表达的讯息是希望台湾谨慎对待两岸紧张情势。岛内资深媒体人谢寒冰更向民进党当局泼冷水称，美国显然是在玩两手策略，希望蔡英文趁这个机会告诉他们台湾人不接受莱猪。但他悲观地认为，蔡英文连提都不敢提，因为他好像面对美日膝盖就软了，完全没办法跟对方争辩要东西。针对美国派代表团访台，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三曾回应表示，美国人首先要搞清楚是非曲直。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根源和责任都在于民进党当局。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美之间的官方交往，希望美方严肃认真地履行承诺，不要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在美代表团抵台的同一天，广东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宣布15号至20号将在南海南澎列岛附近海域进行实弹演习，期间禁止船只进入相关范围。而据台媒报道，就在蔡英文会见美非官方代表团当天，再有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所谓西南空域，绿媒吐槽这是不给拜登朋友多得面子。报道称，本月以来，解放军军机累计进入台湾附近空域13天，台军进行了59次广播驱离。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三就表示，解放军的有关军事演训行动释放的信号就是我们遏制台独、遏制台美勾连的决心，不是光嘴上说。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周三在与印度海军视频对话时重申，美国支持台海两岸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在北京对台湾实施军事威胁时，将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并聚焦改善台湾军事力量。而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曾叫嚣，如果有任何人试图以武力改变西太平洋现状，将犯下严重错误。对此，台湾中时新闻网发文称，布林肯之流的表态看似严厉，实际上并没有回答绿营想听的如果中国军事行动，美国是否会采取军事回应的问题。换言之，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立场仍然是以往的战略模糊。中时新闻网的报道中，甚至直接使用标题“美战略清晰之日，恐引爆台海战火”。文章指出，台海问题牵连甚广，风险极高，属于北京特粗的红线。正常状况下，华盛顿不会瞎到看不见这个深渊，除非连美国内部的问题都已失控，这才是真正够分量的不可控因素。如果岛内的台独分裂活动持续升级，美台勾结持续升级的话，我们一定会采取反制性的举动。我们看到这几天，不论是我们国台办发言人的这种回应，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还是说我们海事部门、我们军队部门也做出了非常大的动作。昨天我们已经公布在台海和南海地区进行实弹演习，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反制性的动作，然后向美国和台湾来告诉他们，我们绝对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持续的发生。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却宣布派遣包括前参议员多德、前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斯坦伯格在内的一众重量级前高官以非官方身份访台。那您觉得拜登政府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呢？根据美方的说法，以前参议员多德为首的代表团这次访问台湾，是为了纪念《台湾关系法》签署生效42周年。其实，过去这些年以来，美方也曾经多次派出代表团出席纪念《台湾关系法》签署生效的相关活动，尤其是逢5逢10的时候。但是这次的操作却是最为反常的一次。首先，对于美台之间经常会举办的这个例行性的纪念活动，拜登政府这次可谓是保密到家了。不仅这个代表团乘坐的是没有任何标识的私人飞机，而且美国国务院是在多德等人早已登上飞机，甚至都快要到达台湾的时候，才突然对外宣布了这一个重磅信息的。那么美方为什么会玩这样一招？我认为很显然是因为受到了几个月前特朗普政府安排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访问台湾失败事件的影响。根据台媒报道，因为中国大陆当时向美方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假如克拉夫特要访问台湾，中国大陆的军机将会跟随进入台湾，吓得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在克拉夫特的专机已经起飞之后临时叫停了这次访问。而拜登政府显然是对此事心有余悸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前的台海局势已经紧张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么其次，3天前拜登政府刚刚才公布了美台交往互动新准则，以鼓励美国与台湾的对口部门展开交往。按理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落实这个新准则，拜登政府应该派遣现任官员赴台出席这一个活动，以显示自己说话是算数的。然而拜登政府不仅派出的是已经退休的前高官，而且明确对外宣布这是一个非官方代表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方派出的这个非官方代表团是跟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同时到达中国土地上的，只不过一个到达的是台北，另外一个到达的是上海。这个究竟是巧合还是精心的安排？假如是精心的安排，那就意味着拜登政府有可能是通过此举再向中国大陆释放一个政治信号，即美方与大陆之间是属于官方关系，而跟台湾这是属于非官方关系。或者说，拜登是想通过这个巧妙的安排，向中国大陆释放一个善意，以换取中方出席由美方主导的全球气候峰会，并积极执行减排协议。我们看到，对于拜登政府派出的所谓非官方访台代表团，外交部与国台办也都进行了专门的回应。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的说法是，所谓官方与非官方只不过是他们骗人的幌子，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说法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不仅如此，大陆方面还宣布，将于4月15日至20日，也就是美国这个所谓的非官方代表团正在访问台湾的时候，在南澎列岛附近海域举行为期6天的实弹射击演习。相较于早前军舰与飞机绕行台湾举行例行性的训练，这显然是中国大陆军方在抗议和警告行为上的一个升级。马晓光甚至毫不掩饰地表示，这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挑衅的严正回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陆不仅已经认识到了美方派出的这个所谓非官方代表团是在欲盖弥彰，它的实质就是一个官方代表团，是美台之间正在进行官方交往活动。因为这次到访台湾的3个人都是前高官，都是亲台派中的代表人物，尤其他们都是拜登本人亲自指定或委拜的。而且拜登政府的一种政策实际上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打的是一个中国招牌，但在一中的具体内涵上却在故意搞模糊化。那您觉得拜登政府派出的这个非官方访台代表团还有没有其他的目的和任务呢？我认为有，而且一定有。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次带团访问台湾的前参议员多德
不仅是拜登的密友，是拜登信得过，并且可以在拜登身边说得上话的人。而且他们这次除了会见蔡英文之外，还将访问台当局负责安全事务的相关部门。因此我认为多德等人的这次访问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出席一个公开的活动，而是负有在拜登与蔡英文之间相互传话与相互沟通的特殊使命。同时这次访问还有这么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背景。一个是由于美国对台湾事务的干涉，当前的台海局势正处于有可能要失控的边缘，大陆、美国、台湾三方的军舰与飞机正在这个海空域附近进行着紧张的军事对峙。尤其是不久前，台湾军方曾经扬言，只要大陆军机和军舰进入了台湾所谓的领空与领海，他们就将毫不犹豫地开火。因此不排除这个代表团肩负着要为当前濒于失控的局面降温的重任。第二个是，从明天开始，日本首相菅义伟将要访问美国，跟拜登总统密谋包括台海局势在内的一系列敏感议题。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拜登将会利用这个机会敦促菅义伟政府在不久前美日2+2会议表态严正关切台海局势的基础之上再往前走一步，也就是在美日共同声明中公开表示支持台湾。而日方也将会要求美国把当前模糊化的协防台湾战略走向清晰化。因此我认为不排除以多德为首的这个代表团要就这件事情跟台湾方面进行紧急的沟通。第三个背景就是拜登总统气候特使克里正在上海访问。据外电报道，克里除了会在上海会见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之外，还将跟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与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电话。这也就意味着克里上海之行的使命也不仅仅是气候问题，而是肩负着拜登总统改善中美关系与降低台海紧张情势的使命。也就是说，当多德在拜登与蔡英文之间传话的同时，克里也将负责在中美之间传话。至于传话的具体内容，这要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在即，日媒称，美日拟发表的联合声明将包含所谓联合应对中国的方针。英国金融时报也爆料称，拜登政府正不断向菅义伟施压，敦促其在联合声明中公开提到台湾，但目前日本对此还很犹豫。有分析指，日本政商界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既在军事上遏制中国，同时对华贸易不受影响。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早就说过，吃着中国的饭还砸着中国的锅，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日首脑会谈预计在当地时间周五举行，双方拟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报道称，声明包含美日联合应对中国的方针，两国还在其中确认了所谓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声称要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范围，并在印太地区开展合作。另外，联合声明还将表达对中国海警法的所谓担忧。路透社周四的报道还提到，美日首脑将在峰会中强调东京在华盛顿应对日益自信的中国战略中的核心作用。菅义伟的顾问宫家邦彦告诉路透社，这将是志同道合的国家间举行一系列会议，以向北京发出正确信号的前兆。报道说，预计两国领导人还将讨论气候变化、供应链弹性、全球半导体短缺和新冠疫情问题。拜登上台之后，那么日美之间的互动还是蛮频繁的，无非呢就是说在制衡中国这个方面，那么从拜登的战略来讲，就是这个盟友战略，那么是日本是他最重要的这个盟友之一，差不多就是说以前说的话，借用这一个场合再重新强调一下而已。当然就是说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考量或者新的一些说法，我想站在日本的立场上的话呢，就是从日本的立场来讲的话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那么他在这个就是说是和美国进行这样一种正式的场合进行这个会谈表达结果的时候，恐怕也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英国金融时报周三还爆料称，对于拜登政府正不断施压日本，敦促其在联合声明中公开提到台湾，但日本对此还很犹豫。3月中旬的美日外长防长2+2会议后，将跟台海情势相关的文字纳入到联合声明当中，宣称要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执新闻特约评论员管尧分析指，若《金融时报》爆料属实，这将是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一个挑战时刻。日本在强化美日关系的同时，又不致彻底惹恼北京。在这其中，菅义伟如何做好平衡工作，值得密切关注。菅义伟还在本月4号公开声称，日本要和美国合作，并使用威慑力量来制造一个环境，让台湾和大陆可以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式。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部分日本人士认为，东京近期发表的声明已向中国大陆传递了一个信号。如果在美日首脑层面再重复这些言论，只会激怒北京。还有另一部分人认为，日本必须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一名日本高级官员就否认了日方不愿提及台湾的说法。日本外务省则表示，首脑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仍在讨论当中。台湾问题呢，大家都知道是中日关系的3个政治基础之一。那么也可以说是中日关系的一个底线，或者说是一个红线。我认为的话呢，就是说是恐怕这个菅义伟的话必然要慎重考虑，不会就说是非常明确的说按照美国的意愿来这个就是有关涉台的问题的话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采取一种比方说委婉的是吧，一种就是其他的那种这个柔性的一种方式提及这个也不一定能够也未必能够就是说完全排除。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称，日本首相菅义伟上台以来的政治表现不尽如人意，长子政商勾结的丑闻加剧了其支持率持续走低。由于疫情严峻，7月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行尚不可知，9月又要面临4名党总裁选举，留给菅义伟的时间不多了。他说，菅义伟迫不及待想要留下政绩，紧抱美国大腿狂刷存在感，拼命赢得拜登欢心。与此同时，日本政商界的领袖们也对本国被美国拉到抗中最前线而感到担忧。日本快消品牌优衣库创始人刘景正曾透露，中国对其公司的营收增长而言至关重要。《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些日本政商界领袖对本国成为美国身前的抗中急先锋而感到惴惴不安。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做法，既能够在军事、安全等领域遏制中国，同时又能让有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不受太多影响。不过，上个月在回应部分国外品牌抵制新疆棉花的话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曾强调，做生意要讲究尊重，一面赚着中国消费者的钱，一面对中国抹黑攻击，损害中国利益。用一句俗话说，吃着中国的饭还砸着中国的锅，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就当前中日关系，本月5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希望日方以更积极的心态看待中国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促进国际合作的有利因素，也是日本经济长久发展的重要机遇。但王毅同时还阐述了中方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反对日方介入涉疆、涉港等中国内政，要求日方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为近邻对中国的内部事务保持起码的尊重，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吕耀东。吕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呢，尽管访美推迟了1周，但菅义伟还是获得拜登执政后首个会见外国领导人的机会。那么您对于菅义伟执着于此访有什么样的观察？那很显然，其实菅义伟上台以后一直在寻求一种机遇或者是一个契机来去访问美国，那么和拜登来进行这个会谈，那么他要达到的目的很显然是要在巩固日美同盟的这个情况下，迎合拜登的提出的要巩固同盟关系这样一个理念。那么尤其在现在这个时机那么去访美，显然呢既要解决他自身的一些诉求，就是依托于这个同盟关系来解决类似于所提到的钓鱼岛适用安保条约第5条的问题。那么还有所谓的中国的海警法等等问题，诉诸于盟主求得美国的支持。那么同时呢，还有美国对于东亚地区肯定是有他自己的诉求的。那么拜登呢上台以后，跟特朗普的在东亚的一些政策上有一些不同，或者他有更强调的是，比如说人权外交了，或者是针对中国的这个层面的。那么这一点呢，恰恰与日本是有共识。那么双方呢，寻求一种针对中国的一种共识，来达成一个共同的首脑的一个声明。我想这也是作为菅义伟来讲，去把握这个时机，去这个访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尽管2015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就列举了台海有事时日美合作的所谓适当方式，但是英国金融时报却称，美方正不断向菅义伟施压，敦促其在首脑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公开提到台湾。您对此如何分析？它更多的是要见美国的声音，尤其是日美同盟的共同声明来表达的在台湾问题上自己的观点。那么如果说过去呢，日本是不敢在这个单独的来去表达这样的观点。如果借助于日美同盟的话，它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因为，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日本当然何不依托于日美同盟来表达对于这个台湾问题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呢？所以我倒觉得，恰恰是双边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共识了，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了。那么菅义伟在出访美国之前，在接受媒体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表述。要依托于日美同盟形成威慑来这个针对台湾问题。那很显然，这个观点已经明确了。那么这次去访美的时候，更多是通过日美的首脑的一个共同声明来做一表达。说到底呢，并不是说在外界一些媒体看的是日本是受美国的影响或者什么样的。事实上，日本一直有这样一个理念，或者是这么一种希望，只不过是他想依托于日美同盟的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达对台湾的所谓的关注也罢，或者是他的介入也罢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上是日本所思所想的。美国已经对日本向海洋排核废水表达支持，那么这当中是否存在一种利益交换呢？也就是借此来换取日本在涉疆、涉台等问题上配合美国来遏制中国。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猜测，那么媒体也这样来去判断。那么当然了，美国有他的诉求，那么要求日本来共同通过同盟的关系来针对中国。那么尤其涉及到的，不仅仅是钓鱼岛了，还涉及到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这也是双方的一个共同的一种利益的交换。那么同时呢，作为日本来讲，它本身就有这样一种诉求，只是这种诉求了。他并不能直接表达，还是希望通过日美同盟的关系，通过一个日美首脑会谈的形式来做一些表达。显然呢，这个同盟关系越来越针对中国。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常说，一个冷战时期的这种军事同盟已经丧失了它存在的一个这个必要性。但是呢，现在它还是不断的强化，而且越来越针对第三方。那么事实上，这样一个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和政治同盟关系，那么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是一种不确定性。尤其呢，菅义伟和拜登通过电话的形式已经表达了，说日美同盟是东亚地区的所谓的和平稳定的一个基石。那么又进一步提到了，说是日美同盟是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么同盟关系。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东亚地区事实上是美国和日本的这种同盟关系给地区造成了安全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好的，也谢谢吕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自新疆棉花事件引爆舆论以来，正义之声不断涌现，驳斥美西方政客炮制的种种谎言。据最新消息，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的官网已经悄悄地下架了一度引起轩然大波的声明。那么，为什么西方要明知故犯？一段美国联邦调查局前翻译的涉疆采访视频，以及澳大利亚公民党网站近日刊登的一份特别报告，纷纷给出了答案。据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报道，去年10月，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宣布对所有新疆棉企无限期取消担保认证，让新疆棉产品进入了国际贸易的黑名单。而在中国民众声讨并自发抵制 BCI 及 HM 等会员品牌后， BCI 官网原来的这份声明内容已经不见踪影，在网站检索后也无对应结果显示。HM 日前因抵制新疆棉花引起众怒，无印良品等12家日本企业也被施压，要与新疆棉花划清界限。不过，无印良品母公司良品计划周三就使用新疆棉花问题发布最新声明，表示公司曾委托第三方机构赴新疆当地检查，并未发现违规行为。
日本经济新闻表示，这一份声明意味着，尽管面临着巨大压力，无印良品仍将继续使用新疆棉花。不过，同是日本企业的日本主要番茄酱品牌可果美被爆出盲目跟风，宣布停止进口新疆番茄。不过，这家企业并没有拿出有力证据证明新疆存在所谓强制劳动的问题。为什么西方要给新疆无故泼脏水？美国联邦调查局前翻译西贝尔·埃德蒙兹在2015年的一段采访中就坦言，美国的政客们并不是真正在乎新疆老百姓，而是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We want to gradually, by playing, how here internally we play the gender card and the race card, well, for that part of the world, to play the minority without land. The Chinese are gunning them down and torturing them. So let's take out this. We put military base there. But as the Western nations, United States, Gladio, we've never cared about people's suffering. That's not within our interest area unless it can be utilized, capitalized upon to get our objective, meaning那么美西方一些政客针对中国的新疆牌是怎么炮制的？澳大利亚公民党刊物《澳人警示服务》近日连续刊发8篇题为《新疆欧亚中心地带的中国西部边境》的特别报告，详细揭露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支持新疆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的行为，指出美国等国将涉疆人权问题政治化，极力抹黑中国政府，意在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发展。报告还披露，美西方通过情报机构和反华势力操纵利用海外维吾尔人组织炮制所谓拘留营、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弥天大谎和虚假信息，安排所谓智库学者和主流媒体制作散播假新闻，形成一条完整的造假售假谎言链。他们制造新疆穆斯林支持独立、东突势力追求和平、新疆存在侵犯人权行为等3种假象。在周4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指出，这份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导致极端思想在新疆地区迅速传播，东突发动恐怖袭击，新疆稳定遭到严重破坏。但事实真相总会大白天下。美西方涉华谣言旨在毁掉中国，但这些谣言却毁掉了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这些谣言也让中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了，更加认清了美西方国家一些人的真面目。美西方国家破坏中国新疆稳定发展的图谋绝不会得逞。